大家好，我係貓哥啊！嗱，今集咧就會開一個比較喺我影片個 list 入面比較新嘅牌子啦，就係 Spark 啦。咁其實佢較早前咧微影咧就同 Spark 去合作咗一對保時捷嘅賽車啦。咁之後咧而家出咗一部944嘅。咁點解我會買佢咧？事關第一樣嘢啦，亦都俾產量即係冇乜款有人出過啦，最近啦，咁啊買嚟睇下啦。咁二嚟咧，原來呢兩部車都各有故事嘅。咁今次亦都用咗一個限量嘅套裝去推出啦。咁我就想開出嚟睇，同大家睇下今集有啲咩特別嘅細節啦，以及各樣嘢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我啦。咁我哋先講下部白色車先啦。咁由於我就揾唔到影片啦，只可以揾一啲相類似嘅影片去做代替啦。呢部車咧係當時31年前咧由奧地利嘅專家咧格哈德咧揸住嗰部944去環遊世界啦。咁其實呢一部車咧亦都經過咗4個月裏邊咧行咗15萬公里啦，平均嘅時速都過百嘅，總共亦都用咗240個鐘頭啦。當中佢哋面對嘅考驗就係超高溫啦，以及極端嘅超凍嘅天氣，即係冷熱呢一樣嘢啦。當時咧，亦都呢部車裝咗催化之後咧，符合咗歐盟嘅呢個環保標準啦，咁令到佢可以周遊列國啦。咁當中呢部車亦都經過咗5大洲嘅呢一個創舉啦，就相當令人值得驕傲一件事啦。無論車身同埋機器方面咧，亦都係可靠嘅。大致係咁啦，比較簡短啦。我哋睇下成部車嘅整體結構啦。今次咧微影就用咗一套兩架車嘅包裝啦。咁我咧就買咗佢揭燈嘅版本啦。另一款咧其實仲有一個係單盒裝嘅，就係一個平燈嘅版本嘅 Shell 拉花啦。好得意嘅呢兩部車咧，即係係一部咧就環遊世界啦，一部咧就喺賽道上嘅表現啦。即係佢一個兩邊好唔同嘅 style 啦。咁所以咧點解我會買翻嚟？因為呢部車真係幾特別嘅，喺個歷史上面我都冇諗過，咦！即係正所謂兩邊嘅極端會有啲咩咁特別嘅嘢呢？咁我就睇下啦。咁其實影片比較長嘅，我會分咗上下兩集咁剪啦。咁大家咧可以去睇下呢兩集嘅分別啦。咁我分開兩集，等大家容易啲睇啦。咁好啦，我哋講下部白色車先啦。好啦，咁大家咧見到呢一部車啦，咁其實咧 Spark 咧呢一個牌子比較上係歷史悠久啦，咁佢哋嘅作品咧過往亦都出過唔少噶啦。嚟到今次呢架保時捷咧就用上咗一架好特別嘅，佢哋以前嘅經典專用白色。咁呢隻白咧同官方嗰隻我睇翻真車上咧係一模一樣啦。車身上佈滿大量嘅水貼嘅。其實成個感覺整體咧，呢架944加埋呢一個跳燈嘅效果咧，整體嚟講上復古嘅味道啦。其實我第一次拎上手嘅感覺咧，係有一種好似 FC 嘅感覺，唔知大家有冇呢種感覺啊？非常之特別嘅。好啦，咁我哋咧會由頭講到落尾啦，非常之快嘅。先講車頭嘅部分。好啦，我哋先從車頭部分講起先啦。其實咧呢一部車咧，當時係用一個 FR 佈局咁樣推出嘅。當時第一部車咧就係保時捷嘅924啦。一出嘅時候，大家都 O 晒嘴，打破大家對於保時捷嘅印象同埋諗法啦。其後咧出咗944咧，可以話先係一部純正血統嘅，即係大家眼前嘅呢一部啦。頭泵把嘅就用上咗一個較為圓潤啦，以及帶有復古味嘅感覺。因為其實而家咧真係冇乜點見到呢一種咁經典嘅設計啦。第一件事當然就係兩盞水晶嘅跳燈嘅燈啦。晶瑩通透嘅，都唔會話出現嗰啲咩好模糊嘅感覺啦。兩邊嘅大細亦都唔會話出現不一嘅狀態啦。其實自己咧，我對於跳燈咧都冇乜抗拒力，因為本身都中意 MX5 啊。頭泵把個位置啦，第二樣嘢頭泵把個位置其實咧有霧燈以及指揮燈嘅位置咧，其實因為希望佢之後會出一啲水晶件咧去彌補翻呢一啲位置。而家呢度咧就用咗上色啦，就較為簡約嘅。如果做嘅時候可以做得再特別啲咧，就會好好多啦。頭泵把嘅下面嘅兩條坑紋咧，呢啲坑紋細節咧，佢都依然有做得到嘅。我自己就覺得都 OK 啦，可以接受啦。咁嚟到另一部分啦，當然就係喺呢一個車頭冚嘅水貼部分啦。首先講嘅第一件事咧，就係喺啲紋理上面啦。基於佢係用水貼啦，但係咧佢水貼上面嘅嗰種我哋叫做精密度同埋嗰個
清晰度咧都足夠嘅，唔會話俾呢一種感覺好浮嘅感覺啦。咁啊嗱，中間值得留意嘅就係兩條我哋叫做車頭冚部分嘅兩條刻畫線條啦。咁呢度咧亦都有做到俾到你嘅。咁啊，我自己咁睇啦，如果呢一度咧整體車型捉得唔錯嘅，因為佢做到嗰個精髓就係嗰個後面嘅大水晶，即係我哋叫大玻璃啊，尾玻璃同埋前面嗰個對比嘅感覺咧，成個比例上係適中嘅，唔會話太差嘅因為始終咧呢啲車咧，我成日都講話你捉得唔好咧，好容易咧就會造成好似好肥大嘅感覺啦。嗱，嚟到車沙板嘅部分啦，當然有好多唔同嘅 sponsor 啦，咁喺呢度亦都睇得非常之清楚啦。咁車鈴部分咧，亦都首次採用咗一啲白色嘅車鈴。其實咧，我睇翻呢一部車咧，原來佢有白色嘅車鈴版本以及銀色嘅車鈴版本嘅。咁稍後我自己咧可能會油翻個銀色啦，令佢嗰個復古感嘅味道會再多少少啦。咁講少少呢部車啦，喺內部嚟講咧，其實係匿咗一副4氣缸嘅引擎啦，咁輸出去到211匹嘅。咁其實咧，整體嚟講咧，你可以睇到咧，當時呢啲年代有年代感嘅車咧，整體嚟講嘅線條咧，真係好鬼簡約，即係唔會話多一啲好刻意要去做，令到大家個審美咧會多啲審美疲勞啊，叫做即係點講複雜咧。咁呢啲簡約車嘅線條，令到你嘅感覺會另一種風味啦。但係咧，亦都做到一個空氣動力學嘅一個設計啦，非常之犀利啦。咁好啦，我哋又睇下車側嘅部分咯喎。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其實咧，當時保時捷呢一個結構咧，可以話係924嘅高級版啦。咁其實喺當時嚟講咧，保時捷咧係喺石油危機下咧，即係都出現咗個問題㗎啦，佢哋車廠咁而特登去衍生出嚟去救亡嘅一個產物啦。咁整體嘅車身佈局嚟講咧，就較為呢個後短前長嘅設計啦。佈局方面咧，就由前50後49嘅設計啦。咁其實咧，啱啱我都有講過話，我第一種感覺係有 FC 嘅感覺嘅，第二種感覺係咩啊？我覺得有啲似以前 Toyota 嘅舊 Super A70嘅效果。我唔知究竟豐田當時係咪用呢一個設計概念而設計嗰部車而衍生出嚟嗰個款式啦。咁其實咧整體喺水貼上面咧都尚算清晰嘅。就算話去到一啲好細粒嘅字眼啦，例如呢啲波柱啊，或者呢啲我哋叫下面一啲紅色嘅位置啦、指揮燈啦，以及各樣嘢啦，呢一啲細節位咧用放大鏡咧依然都係睇得到嘅。就同埋咧，佢今次呢個水貼咧亦都做得比較薄啦，呢啲亦都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咧，如果日後咧喺光油方面嘅表現咧，如果再多少少咧，令到佢嗰個立體感嘅線條咧就會再多啲啦。咁另外值得講嘅另一樣嘢就係後沙板嘅部分，呢個半月形嘅設計啦。咁其實咧喺當時嚟講咧，我自己咁睇呢個少少突出嚟嘅後沙板呢個位咧，可以衍生出當時嘅工藝嘅設計啦，簡約線條得嚟咧，又有一個半月形啦，呈現到呢一個效果啦。咁其實咧，其後呢一架944咧，亦都出咗944S 啦，以及944 SE 嘅，仲有開篷車嘅版本啊。講埋少少啦，咁都係喺歷史上面，大家會講下，喂，當時係石油危機衍生出嚟嘅產品啊嘛。售價咧，但係都唔平嘅喎，去到38000幾馬克啊！我相信咧，其實我當時睇馬克咧，我真係唔知咩嚟嘅。咁但係原來先知，原來呢一個貨幣咧，德國2002年之前所使用嘅一個法定貨幣啦。咁至於兌換率我就唔知啦。不過咧，唔講唔知喎，呢部車咧可以話係保時捷歷史上最成功嘅一部銷售嘅一款車嚟嘅。大致就係咁啦。咁好啦，我哋又講下車尾嘅部分咯。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其實咧可以睇到 Spark 咧有大部分保留咗車尾嘅精要嘅設計嘅部分啦。第一點咧，我哋會睇到咧車尾呢個大型嘅一個玻璃窗啦。咁其實咧，大家會見到之後咧另外嗰款車咧係有個防滾架嘅，咁呢一度咧其實佢係有注意到個細節，唔係話一個內籠咧就幾架車一齊吸啦，咁就冇嘅。咁呢度做得唔錯啦。咁另一點咧亦都值得留意嘅就係保時捷喺944後面嘅一個精要嘅位置係咩咧？就係呢盞六角形嘅，即係呢唔係六角形添，6個正方形嘅一個格紋設計嘅尾燈啦。喺當時嚟講咧，可以話非常之
現代啦，咁但係嚟到我哋呢一個年代就非常之復古啦。我諗而家咧，你會發覺咧，而家新嘅呢啲車咧，例如新嘅電動車設計咧，都陸陸續續開始用翻呢一種六格型啊，或者一排過，但係咧就好多格好多格咁樣嘅效果啦，去營造啦。咁你話比較代表性嘅，可以話係現代汽車嘅，大家有興趣去睇下，真係慢慢佢哋嘅新嘅電動跑車咧，個尾燈就係咁樣一格格嘅設計啦。咁啊嗱，另外值得留意啦，咁啊尾泵把咧，亦都呢度有個少少嘅尾擾流嘅部分咧，亦都係有得以保留到啦。咁呢啲位置亦都做得唔錯啦。咁啊最後啦，咁啊死氣喉嘅部分咧，亦都有做得出，突出嘅部分亦都係適中嘅，唔會好過分地出現一啲唔靚嘅位啦。咁好啦，我哋又開下另一部車先啦，我哋開埋另一部車先，一次過睇落。